2021年9月13日，一位名叫 Satanic Tacos 的 Instagram 用户向大家讲述了他们一家在几天前的这样一个离奇的遭遇。这天深夜，夫妻两人突然听到了婴儿房内1岁多大的儿子传来的阵阵啼哭声，于是这家的女主人便立即前去查看，但她的儿子却就像是受到了惊吓那般哭闹不止。孩子的这一举动一直持续了1个多小时后，他才渐渐地安静了下来。但也就在此时，他们院子里的安防系统却突然发出了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可是当她的丈夫来到这里检查时，却并没有发现异常。随后感到困惑的丈夫立即检查了当晚的监视录影，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当时触发安防系统的却是这样一个奇怪的白色人影。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透明般的人影正从露台的下方向着后院的方向慢慢地走去。据分享者讲述，这个人影出现的上方正是他家婴儿房所在的位置，所以这也让本部相信神鬼之说的这对年轻的夫妇也感到了害怕。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当晚所发生的这一幕。Number 5这段看上去有些诡异的影片是2012年时被人上载到网络上的。影片中的这名男子正对着摄影机狂笑不止。虽然这段影片本身让人感到了有些怪异，而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还是他背后的故事。2004年2月9日下午7点左右，这位名叫莫拉的女大生在参加完朋友的聚会后，她独自驾驶着汽车离开了朋友家。可是当她行驶到新罕布什尔州的黑佛里尔112号公路上时，却不幸发生了事故。庆幸的是，这场车祸并没有给莫拉造成伤害。据当时最先发现他的一名目击者布奇阿特伍德讲述，当天傍晚7点左右，他驾车从此经过时，发现了坐在车内正瑟瑟发抖的莫拉。可是莫拉在发现从此经过的布奇时，却拒绝了他的帮助。莫拉声称自己已经打电话通知了警方，他只需要在这里等待他们的到来即可。于是布奇便回到了自己的车上，准备离开。可当他正准备驾车离开这里时，莫拉却再三叮嘱布奇不要让他报警，并称这一切由他自己来处理就可以了。布奇看着神情紧张的莫拉，产生了一些疑虑，但他还是驾车离开了这里。一路上他都在回想着这个举止奇怪的女孩。布奇考虑到或许是莫拉不想在深夜接受一名陌生男子的帮助，于是布奇拿起了电话，他想把这一切告诉家中的妻子，请她来帮助这名女孩。可是此时布奇却发现，原来这一带根本就没有手机讯号。那么莫拉刚刚是怎么打电话通知警方的？于是布奇便找到了最近的一家警局，把自己的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当地的警方。可是当他们再次返回事故现场时，莫拉却离奇的失踪了。当布奇带领着警察来到这里后，他们发现莫拉的车门是锁闭的，汽车的左侧被撞毁。据警察的推测，当时驾驶者在这条满是积雪的道路上行驶的速度一定非常的快，因为他们发现这辆汽车在受到撞击后，它全部的安全气囊都被弹开了。不仅如此，警方还在驾驶室内发现了一些红色的液体，后被证实那些是洒落在车内的红酒。他们从后尾箱里还发现了莫拉留下的大量私人物品。从此之后，这名年仅22岁的女孩便失去了踪影。虽然她的大部分物品都留在了车上，但莫拉的手机以及钱包，警方却没有找到。显然那是她在离开时将他们带走了。那么在凌晨时分，这名女孩会去往哪里呢？莫拉发生车祸的四周是一片广袤的森林，警方在持续了几个月的搜寻后，他们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警方推测，莫拉当时没敢报警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自己在参加朋友的聚会时饮用了大量的红酒。他们还发现，莫拉在失踪前，他还因为一起盗窃案件
现正处于假释期间，或许是这些问题才让他不愿报警。而在这起案件中，存在最大嫌疑的，则是带领警方赶往现场的布奇。但布奇的嫌疑却很快被排除了，因为在他离开事故现场后，从此经过的一名女士也发现了莫拉。警方甚至调查了当晚与莫拉聚会的那些朋友们，但他们的嫌疑也被逐一的排除了。而这一切，直到2012年时，这段影片的出现，人们似乎才从这里面发现了一些线索。这段影片是在莫拉失踪的8年之后，被人上载到了 YouTube 上的。这天刚好也是莫拉失踪的周年纪念日。在这段1分多钟的影片里，这名男子并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可是却有不少观众发现，当时他在这段影片的下方说出了很多莫拉在失踪后警方没有发现的线索，而这一点也是让大家最为疑惑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猜测这名男子便是绑架莫拉的凶手，但由于分享者的那些言论引起了大家的不满，所以他的这段影片以及这个频道也很快便被封闭了。而警方也并没有找到影片中出现的这名男子。时至今日，莫拉穆雷的这起案件也成为了新罕布什尔州乃至全美最神秘的一起人口失踪案。Number 4.上面我们看到的这段影片是由一位名叫丽莎苏瑞菲的 YouTuber 在2009年时分享的。据分享者讲述，这是他在同年的7月19日路过马里兰州哈福德县一处名为乔帕的地区时拍摄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棵大树在摇晃了不久之后，它却突然移动了起来，紧接着便倒在了这栋建筑的后方。而这一幕就像是约翰托尔金的奇幻小说中出现的树人恩特那样，让人感到了不可思议。也有观众认为，拥有这种力量的一定是某些神秘的生物，例如传说中的大脚怪。而在这些观众的评论中，有一种猜测，认为将这棵树木连根拔起的是一种用来发木的大型机械，它的外形就像是一台怪手那样。不仅如此，它在将树木发倒后，还可以把它从这里拖走。或许当时拍摄者正是利用这些建筑以及它附近车辆的遮挡，让我们无法看到这台发木机械，所以才造成了这棵大树自己行走的假象。Number 3. 2020年的7月13日，一位名叫马扬比什特的 Reddit 用户分享了近些天来他的这样一些离奇的遭遇。据分享者比什特讲述，他是一位居住在尼泊尔北部一处名为 Uwangalel 地区的居民。在他所居住的这座小镇前方，则就是大名鼎鼎的喜马拉雅山脉了。这天的下午时分，比什特先是发现了他饲养的那些鸽子似乎出现了些异常。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他拍摄到的这一幕。据比什特讲述，当天清晨，当他将这些鸽子从笼子里放出后，它们并没有像往常那样飞走，而是一直都在家附近徘徊，直到当天下午4点左右，比什特发现它们居然都直直地飞向了空中，有些甚至在落下后又会继续循环反复的再一次直直地朝着天空飞去。而这一景象也是比什特第一次看到。往常它们白天都会飞往其他的地方去寻找食物，但这天他们的行为却极为异常。据比什特讲述，有些鸽子甚至累倒落在地上，所以他也只能将它们抓进了笼子里。虽然这段影片让我们感到了困惑，但这很可能还并不是他在当天发现的最诡异的一幕。
晚些时候，这里下起了小雨，可是比什特却突然听到了一些附近邻居传来的阵阵惊叹声。当他想出门查看时，他却发现了这奇幻的一幕。此时，这里的一座山峰的上方出现了一只巨大的光球，而这一幕看上去就像是某些科幻片中出现的场景那样。而这个犹如巨大穹顶一样的光球还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它发出的光亮让这些目击者惊恐不已。当比什特将这段影片分享在了网络上之后，便引起了大家的纷纷热议。有些观众认为，比什特的这一发现就像是2011年3月13日发生在日本九州樱岛的那次目击事件一样。当时的这一幕被安装在新干线附近的一台监控火山动态的摄影机清楚地拍摄到了，而据称这里也是日本幽浮目击事件出现最多的地方。不少人声称，他们在这座活火山的附近经常会看到一些奇怪的物体飞进飞出的景象。而对于比什特拍摄到的这奇怪的一幕，有一种猜测认为，那或许是高压输电线路的故障所引起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周围的树木想必也会被引燃，但我们在这个光球消失后，却并看不到这里有引发山火的迹象。而且据比什特讲述，他们是生活在靠近边境线上的居民，对面则就是喜马拉雅山的山脉，那里也并没有输电线路经过。还有一些观众认为，我们应该将白天那些鸽子的奇怪举动跟这一幕联系在一起，但如果这样的话，那或许会令我们感到越发的困惑。Number 2. 2023年1月18日 ，Reddit 用户 LuxSlayer 分享了这样一段奇怪的影片。据分享者讲述，这段影片是在几天前凌晨4点左右，由他安装在院子里的一台监视器所拍摄的。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在这里面到底发现了什么。你看到了吗？在分享者截取的这段监视录影中，出现了一个如同烟雾般的瘦小人影。此时，他看上去就像是从围栏的附近正缓缓地穿过分享者的院子那般。可是当他走到这棵树木前时，他却突然消失在了这里，看上去非常的不可思议。对此，不少观众认为，那肯定是一只某些动物的鬼魂在夜间出现时被这台监视器拍摄到了。他们甚至询问分享者，以前自家的宠物在死掉后是否将它们埋葬在了这里。虽然这种猜测听起来越发的让我们对这段影片感到了恐惧，但分享者却回复道，他们在以前并没有这样做过。而就在这些观众议论纷纷的讨论着，那到底是幽灵的出现，还是外星生物的入侵时，一位观众的回复似乎才解开了大家的这个谜团。这位细心的观众发现，这棵树木的树干的部分颜色似乎有些异常，而发黄的草地上有些地方的颜色好像也变得深浅不一，所以他认为那可能是浇灌用的喷淋器搞的鬼，或许是某些故障的原因，让这台设备在冬天时被突然开启，而这些设备在开启时的那一刻，它的水压是非常大的，所以它才被这台监视器拍摄到了。但随着水压的平缓，这一现象也会逐渐的消失。看上去这个答案似乎又让那些灵异爱好者们感到失望了。在我们开始最后一段影片之前，请别忘记点击订阅按钮以及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些影片可能会让你感到难以置信，因为它与其他那些户外探险类影片有所不同的是，这名拍摄者似乎在这处废弃的地下建筑内发现了一些真正令我们感到恐惧的东西。或许是由于某些平台审查的原因，他的这些影片也很快便被删除了。这名拍摄者在向我们介绍他在这里发现的那些大体时，他将它们称之为了电影中的道具，所以在后面的影片中，我们也会延续他的这一称呼，并将这里面出现的某些不适宜的画面进行处理。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这名拍摄者一起来看一下他在这里到底发现了什么。根据分享者的介绍，这已经是他第2次
进入这处地下建筑内了。这里与其他那些暂时残存下来的建筑有所不同的是，现在它已经被改建成了用于存放一些道具的场所。此时，在一个铺满木板的水池里，出现了许多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可怕道具。由于这里散发出的那种令人窒息的味道，让拍摄者无法呼吸，所以他在不久之后便急忙地离开了这里。不仅如此，他在这里还发现了许多空置的药水瓶，以及接下来我们即将看到的那些更为可怕的东西。随着拍摄者的继续探索，他发现这里似乎也并不是无人看管。因为他在向前行走了不久之后，发现了一堵就像是还未修建完成的墙壁，而这面墙却刚好堵在了他的前方。可是当他来到了这里的另一处空旷的房间后，拍摄者却在这里的地上发现了一些装满道具的袋子，有些已经被遗弃在这里很长时间了，而有些袋子看上去却非常的新。而对于探险者的这一发现，也引起了不少观众的纷纷猜测。有人认为那些道具根本就是假的，他这样做也只是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而已。但大多数观众都认为他在这里发现的那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如果他想要伪造这一场景的话，那或许要付出不小的代价。